今天来介绍下 AI 时代第二大脑的构建方案，相信你们听完之后就会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因为不同于市面上各种糊里花哨的笔记方法，这里 AI 构建的第二大脑不需要额外的学习成本，就可以帮你快速获取、整合并生成你所需要的信息。你只需要告诉他想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它不仅能从你现有的知识库中找到相关内容，还能通过生成式 AI 给出新的见解。相比于传统的思考法，比如思维导图、笔记法等等，这种方式更智能、更高效，因为它不会依赖于记忆或者繁琐整理的工作，而是随时能提供你最需要的答案。简单说，就是给大语言模型加了一个私人定制的信息外挂。如果你的知识库结构清晰、层次分明，那利用起来上限就会很高，是吧？原来花里胡哨的笔记方法也有用武之地。这款基于 RAG 框架的第二大脑方案，Notion 和 Obsidian 同样适用，但对 Notion 能同步更为友好。RAG 的全称是 Retrieval Augmented Generation， 它结合两种 AI 技术，检索和生成。首先，它从你的数据库或知识库中检索出与问题相关的资料，然后用生成式 AI 来分析并生成答案。这种组合让 AI 能在获取已有信息的基础上，提供更有针对性和创造性的回应。听上去构建 RAG 好像很复杂，让人望而却步，所以今天我就带来一个简单又完美的方案来实现它。关键是这次我们用到的是一个无代码、自由度又很高、新手超友好的 AI 应用搭建平台 Defy Do It For You Define and Modify。 用 Defy 的 AI 工作流模板，只需要稍微理解流程，不需要写代码，几步就能轻松打造 Notion 和 Obsidian 的第二大脑。这也是大家创建的第一个 AI 应用。最棒的是它高度的自定义，无论是模型、检索方式还是参数条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需求自由调整。正所谓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自己的，毕竟每个人的知识库是不一样的。接下来就来演示如何用 Defy 来极简构建我们的第二大脑。我是夕颜，在东京工作生活的数据科学家，在这里会用最极简的语言、最直观的例子，分享数据科学、机器学习 AI 等知识。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记得点赞关注，不迷路哦。先简单介绍一下 Defy。Defy 是一个开源的 LLM 应用开发平台。开源的优势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它整个开发框架不仅免费，还提供了直观的界面和强大的技术支持，帮助我们快速构建 AI 应用，尤其是 RAG 检索增强生成系统。如果你对 LangChain 有所了解，可以把 Defy 理解成 LangChain 的无代码可视化版，让开发更加简单直观。通过无代码操作，即使没有编程经验，你也能轻松打造出强大的信息检索助手。基于自定义知识库实现智能问答， Defy 集成了多种最新模型和技术，直接调用第三方 API， 极大降低了开发难度和时间，让我们可以更加专注于创新和业务需求。可以这么说Defy 等一些 AI 应用开发平台的出现，真正开启了人人都能开发 AI 应用的时代。说不定下一个 AI 产品经理就是你哦。开个玩笑，先跟我一起把自己的第一个 AI 应用做出来再说吧。这期内容有点长，因为已经做了最低必要限度的解说，但其实真正搭建 AI 应用真的很快，5分钟内就能搞定。不过进度是另一回事了。关于检索精度的提升技巧也会讲到，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快速打造 AI 时代的第二大脑吧。首先，我们在谷歌的搜索页面输入 Defy， 搜索结果第一位，进入到 Defy 的主页，这里点击中间的 Get Started， 我们就进入到了 Defy 的 UI 界面。我们从最上面的4个标签开始看，探索、工作室、知识库和工具。探索这里就是 Defy 自带的各种应用程序的模板。这里 AI 应用是不是很多呢？一会儿我会用到这里的知识库加聊天机器人构筑我们的 RAG。 工作室这里就是构建我们的应用程序。知识库这里就是一会儿我们要在这边导入 Obsidian 的笔记和 Notion 的笔记。我们看到工具，这里就是 Defy 强大的地方，
它为我们提供第三方的接口，我们输入第三方的 API key 就可以灵活调用各种 API 服务了。谷歌、Bing 和 Perplexity。我们再往下继续看，我们还能看到高德地图，还有维心银等国内知名的大模型。我们回到知识库，导入我们的外部信息，也就是笔记。这里选择数据源有3种方式：导入已有文本，同步自 Notion 内容，同步自 Web 站点。我们先从第一种开始看，导入已有文本。这里支持 TXT、Markdown、PDF、HTML 等。这里我们试着从 Obsidian 里面导入我们的笔记。进入我们的 Obsidian， 先选定2篇笔记，然后进入笔记的目录文件夹。接下来将选定的 Markdown 笔记拖拽到方框内。点击下一步，这里各种设定我们就采取默认的。在嵌入模型 Embedding 这里，我们就选择 Text Embedding 3 Large。下面的检索设置里这里有3种：向量检索、全文检索以及混合检索。为了更深入了解 AI 的搜索技术，这里简单讲一下3种检索的关系。混合检索就是听其名闻其义，混合了向量检索和全文检索。向量检索能实现复杂的语义检索，还有比如相近语义理解、跨语言理解等等。虽然有很多优势，但是在某些方面却不如传统的关键词搜索，也就是全文检索。比如搜索一个人或物的名字，搜索短语或缩写，产品的型号 X78 等等，或者是像暗号一样只有自己知道的词语。对于大多数文本搜索的场景，首先要确保潜在最相关结果能够出现在候选结果中。向量检索和关键词检索在检索领域各有其优势，而混合检索正是结合了这2种搜索技术的优点，同时弥补了双方的缺点。我们去按默认设置，点击保存并处理。我们发现右上角出现了错误提示，是这里 Re-rank 模型的问题。我们这里改成权重设置。接下来保存并处理，这时就开始处理我们的文档。我们发现这里的知识库的名称是自动生成的，我们后面可以进行修改。接下来点击这里的前往文档，我们看一下处理后的文档信息。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文字数，这里最右边还有个选项，我们可以选择使用这个文档或者不使用这个文档，这要看你的需求。接下来我们返回知识库，我们第一个知识库就建立好了。接下来我们试着同步 Notion 来导入我们的笔记，点击同步自 Notion 内容，再点击去绑定。前往工作空间，这里是在关联我们账户信息，我们点击右边的确认就好。这里就是我 Notion 里第1层级的笔记，提前弄了几篇测试用的日志，后面会用来测试检索和生成的精度，看看这个 App 能不能胜任所谓的第2大脑。接下来我们点击允许访问，关联好我们的笔记，接着回到我们的底发页面。这里我们发现好像知识库没有生成，原因是刚刚我们只是绑定了我们 Notion 账号。我们再次点击创建知识库，同步自 Notion 内容。在这里我们发现这里多了刚才的笔记，我们把它们一一点上，一共7篇。点击下一步，这里跟刚刚导入 Obsidian 的笔记是一模一样的界面。我们按照默认选项，这里将 Re-rank 换成权重设置，最后点击保存并处理。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笔记被分成了 Chunk， 也就是段落，保存并处理。
好了，现在是处理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需要耐心等一会儿。趁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我究竟放了哪些测试用的笔记在 Notion 里面。搜索，点击进入网页版的 Notion。这里有7篇以日期为单位的日志，每一篇结构都一样，今日目标、休闲和心情。一会儿测试一下大模型能不能识别 Markdown 格式里面勾选项以及颜文字。如果你有很多篇笔记，并且是层级结构，一个一个勾选关联会比较麻烦。我们可以一次性全部导出 Notion 里的 Markdown 文件，再像 Obsidian 一样拖拽导入即可。我们可以看到 Notion 右上角点开，这里有一个导出的选项。接下来以9月1日这篇日志为例，也是导出层级里面所有笔记的方法。这里先创建一个副本，把它放进本体里面，形成一个层级关系。接着右上角点开导出，这里选择导出 Markdown 和 CSV， 选择包含子页面，不为子页面创建文件夹，点击导出。下载好了这部文件，双击打开，就会发现这里有2个9月1日的日志出现在了同一个文件夹里。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和 Obsidian 一样的导入方式。不过 Notion 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如果原笔记发生了变化，我们在知识库里按一下这里的同步，就可以简单一并更新我们的知识库了。但同样的，这种层级式的构造，也就是建立好的知识库伴随着固定数量的文档，这就使得我们无法随时在知识库里加入新的内容。但是我们可以额外创建一个新的知识库来扩充我们第二大脑的容量。回到这边，嵌入模型，处理好我们的文档。这时下一步我们来到工作室，创建我们的 App。 在工作室左边点击应用模板创建，选择左边的知识库加聊天机器人。我们改一下我们 AI 应用的名称，写第二大脑。点击创建，这样模板就自动生成好了。我们可以看到 Rag 的工作流，在这里一共是5步。首先对话开始，问大模型问题。接着大模型在知识库里去寻找与问题相关的内容。这里搜索方法我们刚刚讲到过，向量检索、全文检索以及包含两者的混合检索。然后将检索到的结果反馈给大模型，大模型将反馈信息作为提示词里的上下文理解后，在内部生成一个中间结果。这个中间结果里面有很多参数，参数提取器在这里起提取信息的作用，提取结果里回答的文字列，也就是我们能看到的答案段落。最后返回回答，我们在这里看到大模型提交的答案。这个模板是不是很简单呢？咱们不能手搓大模型，但是零代码构建 AI 应用还是可以的。如果做到这里，可以恭喜你，你已经完成了一半。接下来我们再接再厉。接下来就是填充模板，设置好一个个模块里的选项。首先添加检索对象知识库，还记得我们刚创建好的2个知识库吗？把它们都添加上。在你自己的应用场景下，你可以自由添加或删减，最后选择知识库。选完后，我们发现这边有错误提示，错误发生在召回设置这里。因为左边的权重设置又选不了，所以错误应该在右边。右边的 ReRank 模型过期了，需要更换。这里我们需要调用这个 ReRank 模型。不太懂，我们搜索一下 Define ReRank。这里我们进入到一篇官方文档，中间就写着如何设置 ReRank 模型。我们可以看到从设置 Setting Cohere 这里，
我们也可以从下面的网址进入，为了简单演示，我们回到 Define 的页面，从设置页面设置，我们点开右上角的设置，模型供应商，找到 Cohere， 点击下面的链接，跳转到了 Cohere 的页面。接着我们从左边的 API Keys 中找到 API Key， 复制粘贴到 Cohere 这里。设置好后我们发现召回设置里的 Re-rank 模型问题就消失了。召回设置里的 rank 模型，这里我们就选择支持多语言的 v3。Double K 就是如果有很多个检索结果 ，Re-rank 模型根据与提问问题的相关度，从大到小按评分 score 排序，只选择最前面的 K 个。这里我们随便选个数字，先尽量选多一点。旁边这里还有另一个参数 score 阈值 ，Re-rank 模型就是按照这个 score 的评分对检索结果进行排序，设置之后可以过滤掉在阈值以下的检索结果，也就是 trunk 段落。接下来是两个知识库检索的设置，这里其实在我们创建知识库的时候已经设定好了，里面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之前我们设置的是权重设置，语义代表的是向量检索，关键词代表的是全文检索，权重 0.7 比 0.3 就代表在检索偏好上，我们更倾向于向量检索。这里的混合检索就是单纯的混合向量检索和全文检索。我们也可以看到右边出现了刚刚召回设置里的 Re-rank 模型，这里我们从权重设置改为 Re-rank 模型，同样选择支持多语言的 v3。虽然咱们是实用主义者，但最低限度的各种检索原理和参数设定还是有必要知道的，这是为了优化我们的检索结果，毕竟每个人的知识库都是不一样的。在下一篇我也延伸一下，把混合检索、Re-rank 以及召回设置讲清楚一点，这次的重点就是极简构建了。简单极简解释一下，就是对第一个知识库的检索结果会通过 Re-rank 模型，通过 Double K 的设置筛选出 N1 个结果。这里为什么不是 K 个呢？因为检索出的结果本身可能有小于 K 的情况，如果大于 K 的话，那就是 K 个检索结果了。这里还是用 N1 来代指。对第二个知识库的检索结果，同样筛选出 N2 个结果。接下来再将两个知识库的检索结果汇总，现在 N1 加 N2 个检索结果，再进行一次 Re-rank 模型排序，同样通过 Double K 筛选出最后的检索结果。这里 Re-rank 模型设置 Double K 的设置就是召回设置里的内容。最后我们来确认一下每个知识库的检索设置好和最后召回设置也设定完之后，我们来到下一个模块 LLM 大模型。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里面自带的提示词，这里紫色的上下文就是知识模块里的检索结果，这里让大模型根据前面的检索结果来回答我们的问题。最后模型这里我选择一般聪明的 GPT 3.5 Turbo， 一个一个调模型参数会比较麻烦，这里我们可以采用加载预设里的精确，因为不需要大模型太多的创意，能老老实实说真话就可以了。可以发现这里控制概率的温度参数在预设里也是保持了一个很低的水平。后面的参数提取器，我们在这里设置 LLM 模型，我们采取跟前面一样的设置。最后就是返回的回答。Rack 构建好了，我们可以直接发布我们的 App 了。但是发布前，我们需要测试一下，看它运行正常不正常。点击这里的预览，其实就是测试。我先问一个问题，
根据我的日志，我看了哪些电影。问题发出之后，可以看见左边的工作流在响应，一个模块一个模块在运行。可是这里答案好像并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可以通过这里的工作流中产生的数据进行 debug。我们按顺序看。只是检索这里，检索找到了一些段落，说明检索这里是没有问题的。接着往后面看 ，LLM 这里输出这里是空的，说明在 LLM 这个模块中的设置出了问题。仔细观察之后，原来是上下文这里没有设置，所以导致生成部分的缺失。设置好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结果出来了，看了那么多电影才给出一部，真想给结果打差评。如何改进呢？如果理解了 RAG 模型里的 Top K 的参数的意义，大家就会知道，这里本身段落就很少，不管怎么调应该也没什么用，反而生成这里的问题比较大。我们再试试换一个更聪明的模型 GPT-4o Mini。这一次的回答是不是比刚才好了一些呢？虽然这里有2个错误答案，我的日志中终结者是动画，地面师是日剧。接下来再问一下看了什么日剧，这个回答不错，正确率100%。接下来测试是否能理解 Markdown 语法里面的勾选项。这里模型回答的正确率50%，正解是学习Azure和吃鲷鱼烧，但模型却给出了答案夜跑5000米。按理说 GPT 是可以理解 Markdown 语法里面的勾选项，但是经过了段落化的处理，那就不一定了。所以段落化设置的地方可能调节一下，或许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最后结果还是要以测试为准。顺便说一点，最适合 RAG 应用的文档是 Markdown 格式，而不是 PDF。最后我们看一下颜文字的识别状况。识别对了，只有那一天的颜文字的表情是不高兴。那这里又有小瑕疵啊，其实在勾选项那里是没有选上学习 Azure 的，但是作为文字存在于日志中，又被大语言模型检索到，生成出可能不开心的原因。这可能就是大语言模型的过度解读。接下来发布我们的 App。同样问问题。这次结果很准确，确实按电影、日剧、动画列了出来，但是没有引用出处，我们需要在外面设置。回到 DeFi 的 UI 界面，点开功能，添加功能，点击启用下面的引用和归属。接着更新我们的 App， 再点击运行。回到我们的 App， 可以发现回答中开始自带引用出处了，但是这里会发现毫不相干的学习要做的笔记。记得我说过 RAG 的框架是由检索和生成2个部分组成的。如果这里把大模型的参数设置的比较有创意，那说不定会出现什么奇怪的答案。所以在提高检索精度这里，我们可以调节参数 score 的阈值来筛选掉相关度很低的创客段落。另一种方法，可以升级一下我们的 RAG 框架，简单在知识检索前面加装一个知识分类器，同样零代码，输入对应知识库里的关键词或主题，目的是让大模型更好地理解分类依据。这里的模型可以选择推理能力很强的大模型，
我们看一下同样是看了哪些电影的问题。在检索这里，关于Azure笔记就没有再出现了。如果你也做到了这里，那么恭喜你成功开发了自己的第一款 AI 运用。由于是在云端上开发的，你可以直接把这款 App 的 URL 分享给其他人，或者是在任意设备的浏览器上运行，非常方便。需要提醒一下，虽然 DeFi 是开源的，但使用 OpenAI 等第三方服务时 API 是收费的。不过 DeFi 在刚注册会为我们提供一些免费的额度，这也是为什么你可以直接利用 GPT-4 mini， 而我们设置的 Cohere 的 Re-rank 模型则是完全免费的。此外 DeFi 还支持像 Obsidian 一样的本地部署，甚至可以实现自动化的 Agent 的功能。如果你对这部分感兴趣，欢迎留言，需求多的话我可以安排详细教程，详细内容会深入讲解混合检索、Re-rank 模型以及召回设置。通过理解这些原理，我们能更好的优化检索结果，提升 AI 的下限，解决感觉 AI 就是垃圾的问题，获得更加精准的答案。好了，我是夕颜，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